欢迎您继续回来。日经新闻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报道表示，中国大陆主要晶片制造商正在加快推进先进制程的布局，力拼提升产能，来因应人工智能需求的快速升温。像是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还有多家跟华为相关的晶片业者正在扩大投资，而且呢，或是准备这个启动更先进制程节点的晶片生产，他们的技术目标涵盖了7奈米，甚至要挑战5奈米的等级。那么未来1到2年内要提升每个月10万片晶圆的产能，比目前不足2万片的这个产能会大幅的跃升，而且计划在2030年以前要再新增50万片的晶圆产能。摩根斯丹利呢，他们去年也推估中芯国际7奈米的良率大约是30%。现在面对这个半导体在设备上面受到了管制、受到了限制，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在这个时候却逆势喊出说，产量、制程都会大幅度的改革。可是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有哪些呢？老师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他这次的重点不在于说，你说良率只有30%，他面对这个挑战那肯定很大。但其实我们看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我们不能只看先进制程的部分，包含其实中国目前在先进封装的设备上，他们所拥有的专利是远大于台湾的。那我在看这整件事情上，他去扩增这些晶片的产能，他想要推动的是中国在先进封装上做弯道超车的动作。这就像我们之前在讨论说，为台积电当时要你先进封装绑先进制程，它就可以不断去 tune 它的良率。那它现在必须靠着倾整个国家之力去冲先进封装的部分，然后回头过来看，让他们去绑定我里面制程，我就有更多的参数去把我的晶片往下做，甚至再来现在 AI 的时代，如果要去抵抗 CUDA 系统，那可能 ASIC 它就要开始出来做特定化的晶片。那时候中国它有它自己所需求的这个产能。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国家级的策略，在整个我自己觉得它是想从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弯道超车。对，所以它这个良率它不 care， 为什么？我只要我后面可以做起来，我前面的成本我只是去 cover 掉一些东西，而且后面可能良率提升的速度就快了，就会快乐起来。所以它必须得这样做。所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设备上还是设备的稳定度不足。但那其实都应该是，我不觉得在先进制程这边会遇到太大的问题。OK， 好，那所以这个因为中美之间未来要竞争的最大一个领域呢，其实就是科技，因为科技也跟包括军武相关就是高科技如何让对方，就是你的对手呢不要太快超越，或者是对美国来讲，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呢，中国大陆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纽约时报》最近也揭露说川普去年就告诉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说什么呢？他说，当他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电话中谈到台湾议题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呼吸就变得比较沉重这让他感到不高兴，所以也敦促黄仁勋要赶快的落实晶片在美国制造这个目标。那黄仁勋呢，跟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讨论以后，也同意由辉达加码去采购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厂所生产的晶片，协助台积电在未来能够建立更多的工厂。在会晤了几个礼拜以后呢，魏哲家也向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表示说，台积电将会扩大对美投资，而且也会增设新的厂房。Lutnick 则是建议台湾鼓励台积电进一步增加在美国的投资甚至也考虑让台积电来参与这个什么营运美国晶片，就是 Intel 的工厂。那后续呢，在 Lutnick 的坚持之下，包括台湾这边有官员跟台积电的高层会面，台积电也表示好，那愿意增加投资追加，但是呢不愿意跟 Intel 有关联。其实如果你熟知台积电，知道台积电它在经营上面它是有它坚持的一些原则的好，那如果《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如果真的是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是黄仁勋就算不是就是让台积电说动台积电到美国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所以黄仁勋在美国的半导体整个大战略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请庄老师先表达您的看法，您怎么看？一般人可能会把它视为一个爆料，但是我认为不能这样轻忽以对了，绝对是有这回事。因为你也知道嘛，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一个地位，它是美国自由派里面的最主流而且影响力最大的媒体，而且它是
新闻奖、普利兹奖得奖最多的大户啊，所以他的地位来讲，不可能说做一些无端的报道。当然，我们又觉得奇怪了，那黄仁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神鬼玩家的关键角色，可以在这个美国、中国、台湾这边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操作他的商业杠杆？首先呢，它影响力的根源就在于 NVIDIA 具有这个高阶的 GPU 晶片的一个技术垄断，还有市场主导地位。所以一方面它在美国可以把它当成美国政府的一个把商业资源变成美国政府的一个战略武器，然后一方面呢支持川普政府的加强出口管制，另外一方面呢又呼吁川普要放宽管制。在台湾呢，因为它是台积电最大的客户，大概台积电的整个产能的22%，超过1/5是在 NVIDIA， 而且呢，在我们台湾士林啊，台北士林也有设厂，所以在台湾它也是很吃得开。那中国大陆方面呢，它也长跑，而且要呼吁放宽管制，把前世代 H200晶片尽量卖到大陆去，所以它等于是如鱼得水，在这上面三国都风风火火，大搞三国演义。但话说回来了哈，这个今天。这个因为长期的美中冲突抗争，哈，那我们台湾人因为对黄仁勋有一个不可言喻的亲切感，因为他台湾裔的美国商人嘛。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度期待，因为如果哪天真的有这个冲突场面必须下决断的话呢，黄仁勋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有自己的商业版图要经营，所以必然也是站在美国那一边。是，那中国大陆的朋友也不要对他有这个不切实际的想象。因为虽然他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友好的，但如果哪一天中美决裂，他毫不犹豫一定会继续抱美国的大腿，因为他毕竟他的起家之地，他的根源所在。所以说，今天一个商业资源可以变成战略武器，我们不得不佩服黄仁勋的这个远见。但是我们更应该这个变局里面的胜谋能断，而不要成为受害者。是，半导体现在成为非常多国家重要的国家战略啊。那吴越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因为刚刚这个庄老师也特别提到，包括我们刚才所为大家所这个简单简述的一下，就是看得到黄仁勋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者，可是，在这么多不同方当中要取得一个平衡，这个真的蛮难的。我想，其实就地缘政治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企业家是非常值得我们自己来效法的。一个就是 NVIDIA 黄仁勋。一个就是台积电的魏哲家。那黄仁勋他的 NVIDIA， 你看，他其实他的市值大概将近4.6兆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就第一个富可敌国，全世界按照 GDP 的排行，美国第一30兆，中国将近20兆，那德国大概5兆多，再来就是 NVIDIA 的，对，他一家企业就抵其他国家。那第二个就是就我们所讲，就 AI 的 GPU 技术来讲话，也是目前为止是全球领先的嘛。但是他也很清楚的，中国还是一个 NVIDIA 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因为在科技的管制下，它曾经占所谓 NVIDIA 将近的15%到20%的市场，现在基本上已经近乎等于0了。如果这个市场它不进行占领的话，那未来等到中国自主创新起来，它将失去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所谓市场。所以因此失去的不是中国市场，而是培养出一个跟 NVIDIA 是完全不同系统的竞争者。那对他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嘛。所以他当然要注意到中国这个市场的重要性跟它的必要性，因为不管是想要持续的来防范可能的崛起，还是其他的原因嘛。那台积电当然更是很清楚嘛。你看台积电，它最大的特色在于是，它是全世界大概目前为止市值排名第6的，但它有一个很大特色，前5名每一个都是它的顾客，没有一个是它的竞争的。你看从 NVIDIA 到辉达到 Google 到亚马逊啊等等，全部都是嘛。那他也开始重视地缘战略的布局啊？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美国就是一定要把台湾高阶晶片一定要离开台湾，是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只要离开台湾就好，不管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当然中国不行了，包括因此他大量到日本也进行先进制程嘛。那加大美国投资也是一个必然的方式嘛。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因应地缘政治下的一些变动产物。那这些企业家在做全球布局、地缘政治跟供应链，他们3个之间都在做一些比较属于完整性的搭配跟考虑嘛。对，这台积电真是有为有守啊，因为刚刚特别点到说他愿意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可是呢就是不会去参与 Intel 的营运的，这是他的基本原则哈。那说到这个科技方面哈，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说辉达，因为辉达跟
跟辉达最近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在2026年2月底啊，其实科技界都在众所瞩目一件事情，也就是呢 AI 行业啊正在等待的是中国大陆的 AI 独角兽，也就是 DeepSeek。这个也常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啊，就是他们要发布新一代的旗舰模型，目前呢给的代号预计是 V4， 好，这个代号。那但是呢，在新模型即将亮相的前夕，哈，也出现了，就包括说美国政府的高官指控说 DeepSeek 呢涉嫌使用被禁运的辉达 Blackwell 的晶片来进行训练。另外就是 AI 的巨头，就是 Anthropic， 他们公开指责 DeepSeek 呢对他们进行了工业级的资料蒸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路透报道说 ，AI 开发商呢通常都会在重大模型更新以前发布的版本会提供给像辉达还有超微啊，来确保软体能够在主流硬体上面顺畅运行。等于是说，先让他们试着跑跑看，然后看看有什么状况。可是这次呢，刚刚提到那个 V4， 就是 DeepSeek 预计要发布的模型，却没有向辉达跟超微开放测试，反而是给了谁呢？给了华为，让华为这些中国大陆的晶片商提前好几个周就是好几个礼拜来优化软体啊。那所以怎么看？黄老师你怎么看呢？就是让华为先进行这个效能优化。从商场竞争，还有包括技术研发这两个层面，你觉得它凸显出了什么意义？我觉得这个嗅到很多很不一样的味道，就是一般你会提前的让你的开发商跟硬体商去做整合，你就是想要去build up 一个整个生态系统把它架起来。那刚刚吴越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其实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辉达其实在被养出了一个新的敌人？好像去年的我们都在讨论说 ，Trump 一直在卡着 AI 算力晶片这件事，其实是在养虎为患。你知道，打败敌人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温水煮青蛙，让他失去警备心，不让他依赖你。对，会让他依赖你，就像吸毒一样，他就不会进步。那你看这次 DeepSeek 这个动作很明显，他们想要在他们的 AI 生态系上走上另外一个不同的系统，他们要降低对 NVIDIA 的 CUDA System 的依赖性。所以这个跟前面中芯国际跟华虹半导体他们要不断的增加他们的产能是有一个相应的关系的。DeepSeek 当时他提出了很多是它可以利用串联的晶片去做运算，而不用使用高阶的核心晶片去做运算。那这个去搭配到他们5奈米、7奈米的制程，再搭配先进封装，看起来他们想要走一条跟 CUDA System 完全不一样的路线。那至于会走到什么样的层次上，我们并不知道。是。那只是这个时候 NVIDIA 也要做好他们的打算。其实我们去年也在讲，他们开始做一些 pre-train model， 去做一些边缘预算的模型，想把它下放出去。这个是现在在防守期上 NVIDIA 必须好好去下的一步棋。对，也就是说，他用另外一套系统的话，另外一套标准，也让他在未来避免受制于CUDA这个系统造成的前置。那这个也就代表说，中国大陆有一个心是希望除了硬体以外，包括在软体方面也能够尽快的达到这个国家自主化，就是大陆晶片跟软体的自主化。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